ERP 的那个生产资讯的回馈，它比较偏落后指标，就是比较少是说我生产线正在要做，我就去ERP key 单子，不会，它反而是看到指令之后先去做事情，最后才来写日报表，对，再给去 key ERP。顺序上有点不太一对，样顺序是这个样子。对，事实上物的流动跟资讯的流动早就做完，但是在 ERP 的资讯流是很慢的。没错。对，但是如果说它硬是要同步的话，其实它可能要囤很多人呐，就是要增加很多的人在这做这些，要很多人力在处理这些资料的转换。对，我都说这个是资料搬运的问题。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工业诊疗室。我是工厂医生如玉，我是阿成。那我们今天呢，我准备了3个问题。我们最近开始在我们的 Line@ 上面有很多的咨询啊，如雪片般飞来，雪片般飞来。然后刚好我们上礼拜也去参展，我们在台北国际安全科技展。哇，那个是问题宝宝一堆。对，也是很多问题。我整理了3个比较精选的案例，然后我们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聊一下，我最近像这种线下的活动呢，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线上的朋友都在问什么样的问题。好，首先来第一个，我们先从线下的朋友先来。好，我刚好他问的这题，我觉得有点复杂，刚好呼应到我们前面有提到库存管理的部分。它是一个自行车零件的产业，对，然后他在思考说，怎么样去做他的库存管理，他又不想用人工呢去点收数量，因为以他们的东西其实料件也不大，但是来的数量又很多，那我们又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他就是顺利的去做到库存管理，然后但是又不用人工呢去点收数量，那我们就请阿基来解答一下。这个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是很可爱啊。他自己工厂里面有，通常这种产业我进去里面看啊，它本来就有解方，只是没有完全解，就是像是说，这个通常可以用重量跟数量去做一种转换。简单来讲，可以透过磅秤的这个技术。那磅秤又有分2种，一个就是你单纯只是称它，就是你可能人的眼睛看着它。那另外其实有一种磅秤，它是有通讯功能的，所以会建议它可以采用有通讯功能的磅秤。那它可以这样做，就是比如说取几个，假设要看物件的大小，然后假设你取了10个，先去称，然后10个的重量假设是1公斤，那除以10嘛，你就知道每一个是100公克，就这样就换算出来，就一个都是等于1个就是100公克。接着出现很简单的事情，其他通通倒下去啊。对啊，就算完数量了，很快，你不用一颗一颗算。当然有时候这些老板他就会很纠结说，可是这样可能不太准呢。对啊，会不会有误差的部分？会有啦，难免。因为为什么呢？那个铁的东西它在制作过程当中，比如说它走上线跟走下线，重量肯定会不一样啦。重量公差的上线对，就是它在假设它是车床嘛，对，那车出来，它的这个物件走的是上线还是走下线，它会有差。那累积了那么多颗，越多颗，当然它累积出来的那个磅差就会越多。所以磅差一旦出现，换算成的数量可能就会落差，就会有落差。所以这个是取决于你磅秤跟你的磅秤精度也有关系，你的物品的大小，它本身的单重，跟你要去取它这个磅秤的精度有关系。比如说，有的磅秤是10公克才跳一下，但是你的物件不到10公克啊，你就不能取这种磅秤对，就是一个敏感度的问题，对，精度的问题。其实没有很复杂，就是大部分其实他们日常，你去现场去观察，他有这些行为出现啊，只是就是稍微差了一点点，那个任督二脉那个气没有通，所以稍微打通了一下就 OK 就过了。当然也是跟各位业主建议，既然都已经是他这种换算出来的，不用太过坚持说你一定要100分的准。就是说你一个容器里面装的1000颗跟1002颗有什么差异呢？总比不知道来得好吧？对啊，你如果说是1000颗跟900颗，那就很严重啊。1000颗跟1002颗，那2颗不用太研究，因为对，没有错，会多少累积会有磅差。那这个时候到盘点的过程当中调一下。那当然，可能你在追料的时候，就是你物料在管控的时候，多了一点点的 absorb 给他啦，就是你在发单的时候，你的损耗率会多一些出来。但是不要太多，太多又变成库存。其实也有可能是归咎于他们没有适合的工具帮助他们快速去做盘点。对。然后如果像这些磅差的部分，都是累积1整年，在年底去盘的时候再把它点出来，就会觉得这个数字好像蛮大的。但是如果有相对应的软体工具，然后可以协助他们快速的，比如说可能
每一季去做一次的盘点，去做个调整。假设原本的数量这么多，对，然后把它除以4、除以3之后，每一次去看它，好像就觉得没有这么夸张。常定期性在盘点，或者是一个叫循环性的盘点，可以让你的料账的准确度越来越好。像是你刚刚讲说，然后一整年都没有盘点，忽然间一点点这个物件就，对啊，你的盘损就出现很大。对啊，一能金额上可能都差了几十万，就没有办法接受了。会有客户问我每次插2颗，就是1000个都插2颗，那我10次就插20颗，我1年大概有100次，我就插了那个200颗的损失去哪里了？他会这么问。但是回归来讲说，如果说这种损耗率你其实在泵里面有加上去，一张订单里面1000颗插个2颗的损耗已经算进去了，就不要纠结那么多。然后所谓循环性的盘点是说，你可以针对这个料号常常把它叫下来清点。或者是说有个方式是可视化的状态，如果这一个容器我一来的时候，我称的时候是1002颗或者是1000颗，我最后做完的时候，我拿了1000个，所以其实里面没有了啊，所以那个2颗就叫棒差，你当下那个单就把它盘掉，日清日结，那你就是很顺畅的，你不会累积到年底的时候乘以100次的循环使用，然后变成200颗。所以我们这边做个小小的总结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循环盘点的方式，然后去达到日清日结的目标。那当然这边还是会有相对应的工具需要导入，提供大家去参考啦。好，那接下来第二位呢也是蛮有趣的也是在展场这边遇到的。那他呢有询问到跟刚刚的物料有点关系，他是在领料的时候领料遇到比较大的问题。他其实目前呢已经有使用 ERP 在进行整个生管的控管，但是他们遇到一个问题，他每一关制程在做移转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办法及时的回去 ERP 那边去 key 领料单，导致下一关要开始的时候，假设他现在已经有第一道工序在做了，对，然后第二道工序他想要去进行开工的时候呢，他没办法去进行制作，被卡关了，原因是因为对被第一关的移转数量给卡住了，因为他来不及去做报工的回报，所以导致他第二关呢没有移入量，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去进行开工，那像这样子的问题，在一般只有使用 ERP 去管理的情况之下，那业主呢要怎么样去解决生产进度管理的问题？他等于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在系统上面去做一个报工的动作，他只能去等待，他每个工序都做完之后，他再回去一口气把它可能假设这个产品有10道工序，这10道工序再去补单，去把它补完。这种补单的现象好像真的是蛮困扰人的，因为这3天在展场有遇到很多的业主呢在询问这样的事情。对，确实啊，就是ERP 的那个生产资讯的回馈，它比较偏落后指标，就是比较少是说我生产线正在要做，我就去ERP key 单子，不会，它反而是看到指令之后先去做事情，最后才来写日报表，对，再给去 key ERP。顺序上有点不对，顺序是这个样子。对，事实上物的流动跟资讯的流动早就做完，但是在 ERP 的资讯流是很慢的。没错。对，但是如果说他硬是要同步的话，其实他可能要囤很多人就是要增加很多的人在这做这些，要很多人力在处理这些资料的转换。对，我都说这个是资料搬运的问题。这都比较建议他们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你只能透过日报表的话，你还是只能够这样子。但是这个会变成一个生管在做料很痛苦。对啊，常务主管在控制进度也很痛苦，因为他不知道从 ERP 看不出来，他不知道过程。对，刚才讲10关嘛，都还没做完，他怎么看那边都是还是没有。对啊，还最后等到最后一关做完的时候才回去，咚一口气完成。他只有0跟1啊。对，所以那个中间过程是没有，那当然就不会有比较好的追踪管理方式出现。比较建议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建议他导入一些数字化的工具。然后，但是另外一件事就是，一定会有人在问你，我有导入数位化工具，但我上不了线。而之所以他上不了线的原因，就是假设是说，第一关没有做完的时候，第二关没有办法开始。对，大部分外面的一些 MES 都会被这个给卡空住，因此基本上在生产线它也没有办法有效的运行它。对，所以在选择那个你的适合的厂商的时候，就是那个运行我都称这个叫同步工程，因为我们在金石的概念之下，就是你做完的第一颗就是给我，所以当你在做第二颗，我就在做第一颗，这个同步，所以你根本在 ERP 你也还没完成你还没完成嘛，但我已经在做了嘛。
实际上在我们在讲究金石的时候，它是这样子同步工程一条流一直在做，但是反而出现跟 ERP 在做一个互动的时候，没有办法，它会被卡关。因为它是垂直的概念。对，它就是你一定要你做完才可以给我。一关做完再给下一关。对，这个造成什么结果呢？假设你1000颗你要做1天，所以你要1000颗都做完，放在一个容器的时候再给我，然后我做完之后再给他，这样就要2天。但我如果是同步工程之下，你的第2颗就是我的第1颗，你的最后1颗也做完，差不了多少时间，就是我也做完，然后他也做完，就是这个是在一天之内可以解决很多的道工序。这个是实际上产线是可以这样做，很多金石老师就是这样在推这个一线流的概念，但 ERP 跟不上，所以这个时候你的 MES 要有这样的功能可以做这件事情，那你可能要跟你的 MES 厂商聊一下，那这件事可能还要再跟你的 ERP 厂商再确定一下，因为他会告诉你不，我的逻辑就是这样。对，但是我们回归事实呈现，像我昨天也是跟我们的一个他们在询问嘛。我的问题就是，你必须事实呈现生产的状态跟节奏。没错，好，那这个呢也是提供给我们的业主朋友去参考了。其实当产线需要做一些比较更进一步的管理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去透过数位工具的导入，然后去协助产线快速的去汇报资讯。那至于什么样的系统呢比较适合自己，那就可以参考以前我们提到的做法。你可以多寻几间，货比3家不吃亏。我们可以多请几位厂商来 demo 一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使用情境比较详细的告诉他们，然后请他们用他们的软体系统帮我们做一个 demo。那我们就可以知道面对我们这样子的生产情况，有没有办法使用他们的软体去解决我们回报进度的一些困难。没错。好，那接下来第3题啊。那第3题呢，其实跟前面也都会有一点点关系。那像刚刚前面可能我们有提到，线上的朋友呢，他有询问到，他说他们呢目前呢有购买了 ERP 的系统，对，然后进销存相关的资料呢，已经都有 key 上去了，订单也都有 key 上去。可是他们在会计系统这一块，对，一直还没有办法使用上去，对，然后目前呢，他们的长辈呢，目前还是用手写的方式去做这些账单的处理，那他也是在询问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协助他们？这题就比较深奥了，因为这个听起来就是1、2代中间对于资讯化的程度不太一样。没错，对啊，我还有一个客户啊，但是他其实都已经40、50岁了，他的母亲70好几了，那账务是母亲在管，他母亲是有用电脑，但是是DOS 的版本，非常老旧。对，但是你这个纸本那就更先进了，我的先进是反话。对，好，其实这件事我觉得啦，应该是跟那个1代沟通一下，就是说。必须让资讯快点跟清楚。那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一个，就是可能对于资讯系统的害怕跟不熟悉，所以要有人可以跟他说清楚、讲明白。当你看到，假设说收到一张支票的时候，那老一辈人会习惯，就是可能他的那个什么支票代收本会先写起来。对，先写。但是支票的下一件事要去托收呢，就是所谓托收就要把支票拢了去银行啦。但是到底这支票是有托收还是没有托收，可能夹本本夹久了就忘记了。所以其实系统是很好用的，他收到了票的时候，就是把它 key 进去。如果万一自己不知道怎么 key， 我觉得流程上可以设计一下。打到票的时候，也许正本就是是老板自己放着嘛 ，copy 一下嘛，然后就是给小姐，请他们帮你 key 进去你的票据系统里面去。就比如我收到这张票了，然后呢拿去银行的时候就给他按下托收。等到钱进到本子的时候就叫兑现，他在管他的钱也会很好管。其实要让长辈知道，其实真的2、3个动作呢。如果说长辈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不能交给小姐，没关系，就请你把简单那个画面有没有卡图，你把它做成 SOP 懂吗？就是截图当你收到的支票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打开电脑的什么地方按什么动作，按什么动作，2、3次就会了，因为它没有很难。所以应收账款、应付账款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也是这样子进行，就应该又可以啦。你要告诉他，你以前写在本子啊，你现在只是换一个地方在记录这件事。对啊。而且像我都会跟他讲，你记在系统有个好处，我就叫他看报表，就是说你还有多少票还没按到托收，然后有多少票还没有兑现，这样他在整理资料很快。当他看到那个好用的地方，他就愿意啦。不能只跟他讲说这个那个，我觉得啦。感觉我们后面可以出一些在 ERP 里面相关报表的教学，
ERP 本身，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在于说，还有很多数据分析的报表。对啊，对，只是差在于说，如果我们前面资讯给的比较没有那么及时，那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分析出我们要的结果。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去转变一下我们的观念，或者是运用其他的流程方法的管控，或者是其他外挂工具的一些配合，那可以去提升它收集资料的速度。那只要数据更新的够快，那它产出的分析报表呢，就有助于去帮助我们做更精确的决策。对，有时候长辈是会觉得说，钱的东西很机密很重要，不可以让其他人知道，就没关系，你就是教他怎么样操作。那因为系统通常都有个叫权限的设定就是老板可以看就可以啦，对不对？这个就也还好，让他知道，让他放心就好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他不知道，所以担心。然后我们就觉得你一直这样做，让我很不好做事，所以要有个第三者帮你们沟通跟协调一下，不然你看我那天跟那个老板讲，不过这个系统很好用啊，你可以看应收未收，还有逾期未收。那这个逾期未收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如果没有进来，会影响你现金周转。那个老板马上就那个雷达就打开了，他说那个然后就顾问这个怎么弄？那就是截图嘛，画面截图几个给他，其实那个很简单的操作啦。对啊，过去我们也很常看到有些业主他们在导系统的时候，一开始可能会为了方便，所以让每个人呢都拥有super user 的超级的权限。对，这每个人都是最高权限。所以他害怕所以他会觉得有点害怕，因为每个人都看得到公司的所有资料，尤其是大家对于钱这件事情呢，就是相对比较敏感一点。对。所以当系统上线顺畅之后呢，我们就要记得把各部门的权限呢去调整一下。没错。谁该看到什么，我们就只让他看到那些资料就可以了。那这样子其实也可以确保公司的比较敏感机密的资讯呢，不会被不应该看到的人看到。所以一开始系统在上线的时候，我们会建议权限开大，开大是为了比较快上线，比较容易理解。如果你一开始在上线就把它所有的卡关都卡关，因为一开始还不熟的时候，他就会有痛苦指数就出现，然后跨不过那个门槛就上不了线。但是你也不能无止境的开大，说全部人都是 super user， 那就不行，那就违反了内建内控的原则。所以上线完之后开始检查每个人应对他的那个职务职掌给他应该要有的权限，然后这个就可以把流程给设计出来。那我们最后也来做一下小小的总结。那关于第3位这位网友的提问呢，那我们呢就是建议可以跟长辈这边做一个充分的沟通，然后呢我们可以把比较详细的操作说明呢，用截图然后加文字的方式去制作下来，或者是我觉得其实录个影片呢也是可以的。对，然后再来呢就是关于财务系统相关的部分呢，我们在权限上面要去做一个职能上面的划分，让该看到资讯的人呢看得到就可以了不要让所有人都看得到。那这样子呢就能去免除长辈心中的一些疑虑，那这样1、2代之间的沟通呢就会比较没有障碍。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工业诊疗室的内容啦。那如果对这一集的内容你觉得有喜欢的话呢，请帮我们按个赞，开启小铃铛，分享，还记得订阅哦。谢谢，我们下次见。这集的内容就到这里喽，拜拜。拜拜。